好，继续来关心中国大陆的两会啊，每年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会呢，在3月4号跟3月5号要在北京登场，分别会召开第14届全国政协4次会议，还有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瑞银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就指出，预料中国大陆政府的工作报告对经济成长目标还有政策基调的设定将会大致符合市场的预期，就是 GDP 增长的目标呢，比较可能落在4.5%到5%的区间，而不是明确设定是5%这个左右。那其中呢，4.5%啊，这4.5%呢，更可能会被视为是区间的下限，而不是决策层的理想目标。另外也提醒说，反内卷政策对于价格的实际影响，并不是全面推升，而是会呈现一个分化的走势。所以未来呢，必须要观察具体的执行力度跟产业方面如何回应。另一方面，在人大的会议上啊，先前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公告了，一共有19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被罢免，其中包括了9位共军将领，还有5位呢是上将，1位中将，3位是少将。两个问题啊，吴老师，您怎么看今年这个大陆两会的一个主要的基调？另外，您觉得大陆在国内经济方面目前看起来有什么力度吗？两会基调大概很容易看。第一个，今年是第15个5年规划的开局之年，15是，所以通过15这样一个有关于规划审议，这是一个重中之重。那第二个来讲话，你看，不管是习近平在最近的，包括像2月份的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因应有关于内外在的所谓冲击，又要做些什么？几个东西它一定是高举的。第一个，如果我们所讲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举债的这个部分的上限，严格讲一定会往上提的啦。那第二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就让货币政策更宽松。第三个，一定要什么？强大所谓内需的市场。因为中国的 GDP 来讲的话，来自于内需跟消费的比重远远大概低于说像美国来讲的话还非常多。美国这样一个居民呢，中国的储蓄率是美国人的10倍，中国人的所谓消费率，居民消费在美国将近68.8%，但是中国大概只有40%左右上下。第四个就强调科技上的自主跟创新一定要进行突破嘛，所以这4大主轴大概是我们看到说15的开局之年当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这4个主轴做得好，他希望能够兼顾到所谓的不再是形式上追求一个形式上 GDP 的数字，而是希望有关于量跟质能够同时兼顾，所以很有可能你看31个省市自治区，目前为止超过大概2/3都已经公布，他们的 GDP 也大概都设在所谓的大概5左右，甚至是4.5到5左右之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年经济问题还是中国的重中之重。所以今年的春天我们就看经济问题，今年的秋天可能就要看5中全会当中有关于重要的人事的一些所谓的增补选的规划。对，不过从经济成长率来看的话，其实只是微幅的做一些调整啊，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至少4.5看起来是底线，应该是的，这是下限。然后那个至少4.5到5%这个部分的是维持不变的。好，那从去年底啊，其实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我们也看到说中美关系是整体趋稳啊。那大陆方面呢，当然与多数发达市场关系出现了一个改善，可是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日本啊，因为现在中日关系呢还有得看。那中国大陆商务部在2月24号一个最新的宣布呢，就是把三菱造船、川崎重工还有防卫大学在内总共20家日本企业跟机构，那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禁止中国大陆呢对上面刚刚提到这些三菱啊、川崎啊出口可以供民用、军用两用的这种相关物项。读卖新闻也报道说，中方商务部呢，除了禁止特定的军民两用产品出口之外，最近呢还把苏巴鲁就苏巴路还有 TTK 总共20家企业增列到强化出口审查的管制名单。所以未来呢，出口商如果要向日本企业出口军民两用产品，都必须要经过特殊的申请程序。可见得高市早苗就是日本首相他先前的发言风波到现在余波荡漾。可是这次有部分被点名的企业当中，就看到并没有从中国大陆进口任何的产品过，他们也并不清楚为什么会被列入到这次的出口管制名单。像其中有一家叫三井物产，他们的会长呢就针对旗下呢负责防卫跟航太事业的子公司
被列入清单，他表示说他们的子公司并没有跟中国大陆有直接的交易，所以不清楚是经过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判断，所以被列入是出口管制甚至监控的对象。当然，对于这个20多家的这个企业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表示，这是绝不容许令人深感遗憾的事，而且也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中方撤回相关的措施。所以这是先前高市早苗的，我们讲说他的发言风波所造成的。黄老师觉得这个后续会怎么样子去演变？这个故事我们得仔细的剖析它一下，因为既然他都说没有进口，那挡不挡其实好像也无所谓。但是其实整件事情是这样，高市早苗他很明确，他其实最想做的，包含他一整段的什么协防台湾等等的言论，他最想要的是建军，最想要的是建军。那我们来看30造船、川崎重工在2战时期全部都是在做军工产业。那防卫大学校它其实就是日本的国防大学。日本的国防大学，就是它里面都是就自卫队在读的一些学校，那所以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在去阻挡的是这些有军用开发 know how 的这些公司的一些人，它只是列管，它未来会强化日本国防相关的。是，但其实最重要并不是在国防科技上，其实目前在接下来几年，我认为会去角逐竞争的，其实关键在太空科技，包含从低轨卫星到未来的更多太空的一些应用上。那他会想去阻挡这些事情，把它去做一个列管。我想这应该是中国这次进行列管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我想高市早苗喊这是绝不容许令人遗憾的这件事情，我想也只是一个情绪勒索上的一个喊话。因为实际上到底有没有这么遗憾？其实高市早苗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中国不会是我长期的一个经济伙伴，它其实是我的一个竞争对手。他其实真正想做的是尽可能的让日本可以达到一个经济上的去风险化，让自己的我不要当在最大的经济体，但我要维持我人民的生活是安全稳当，所以有可能会往东南亚产业链移，会往哪里去移？其实这个进口的这个影响，我倒觉得微乎其微。所以这次就是中国大陆的做法比较像是一个预防性的做法，应该可以已经foresee 到说未来。这些被列入管制清单当中，你刚刚讲说国防相关的，他们可能会特别是在太空领域方面的一些研发，包含我们之前一直在聊日本，他找到稀土泥对纯化的这些东西，那这其实两国之间在关键材料上的竞争，其实也是还蛮值得关注的。预先卡你。对，我一先卡着你，反正我就管制嘛，那看你要怎么搞。是，大家边走边看，且战且走。黄老师提到稀土因为我们就来看接下来正是跟稀土有关的是，路透引述了知情人士有报道说，在习川会预定接下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是3月底会登场在登场之前也看到说，美国航太跟半导体业的供应商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稀土短缺日益恶化。那已经有2家供应商因此被迫停接部分客户的订单。有一位航太供应链的专家，美国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叫麦可斯，他就表示说，有一个稀土的这个就是乙，一个金字旁在一个甲乙的乙乙的供应短缺还没有冲击到发动机的生产，但是他们已经非常的担心。他说这是值得留意的观察重点，也是中国大陆大打稀土牌的具体实例。发动机制造商目前也在苦撑，那设法能够满足航空公司对零件的要求，甚至呢，像是波音这家飞机制造商，还有包括 Airbus 空巴增产都因为稀土的短缺而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稀土出口问题，其实虽然中美双方之前交手过，也达成了协议，可是现实却是没有被根本的解决光是在程序。就是核准的程序延长，就可能会挤压到目前稀土的库存。所以庄老师觉得，北京现在对于用稀土来对付美国，因为这个工具真的很好用，特别是对于美国制造业的稀土战略，您的看法？是的，稀土原本只是一个商业资源，那自从去年美中贸易战大打关税战以后，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战略武器。不过与其把它视为一个武器，不如把它视为一种筹码，是让美方上谈判桌。带着压力上谈判做一个筹码，这个筹码最划算、最及时，也最有效果。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嘛，中国在稀土方面是矿场最丰富，而且提炼技术也最高明，所以有丰沛跟完整的产业链。那么，中国方面高明的地方在于，就是说它不是全面禁卖，
而是施加一些软性的管制，比如说要取得出口许可，买方要说明购买用途，还有总量管制，让美方的企业呢，一方面有行政上的一个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呢，又有这个库存压力，导致于产能受限。那因为美方的这些公司都是参众议员的一个政治现金来源，那参众议员就会帮选区的这些公司游说，让川普政府不得不在谈判时候。